大家好，好久没有出来溜车了。那今天出来溜车，最主要原因就是，第一要顺便加油，因为我说实在话，我上次加油好像也是2、3个月前的事情了。因为车子都没有什么在开，所以加个油，让新旧油稍微混合一下。其实汽油，我之前影片就有讲到，汽油它是有类似保鲜期。你汽油如果摆放太久，它也是会沉淀啊，或一些可能焦化那些问题。所以，就算你的车不常开，你可能还是要找机会去加个油，发个动一下，让油路里面的油跑一下。要不然汽油如果焦化，把燃油系统堵住，这个很麻烦。然后再就是测试我的1.8考尔，有没有看到？这一支还是鹤立鸡群。我本来是想要再去订一组原来这种吸导线，但是在汽车的点火系统那一片里面，我有讲到，我后来是有考虑到它接点的问题。它接考尔这边，它的接点里面，你会感觉它只有2点至3点会跟考尔的那个触电头那边做接触，然后这一种的它是全面性的，它是全面性套在它的那个铜管里面，所以应该这种的导电性会好很多。但是因为长度关系，我现在还在找，我找看有什么车跟1.6的它的那个点火头长度、宽度跟线的这边，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还没找到。那既然它是好的，只是这样装，很怕脏东西掉进去而已，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啦。所以今天去测试1.8考尔它的工作状况，然后刚刚稍微在安全的情况下小跑了一下，状况是都 OK。而且说真的，我上一篇我有讲到，我装1.6考尔测试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心理因素啦，真的感觉到，我那时候装1.6的时候我在开，真的我就觉得它只是一台普通的车，开起来很平顺，然后其他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但是当像我今天我接上1.8考尔出来跑，真的光发动那一瞬间，那个排气管声音就不太一样。1.6考尔以发动的瞬間好了，1.6考尔发動的時候就砰一下，因為我有改排氣管嘛，然後就是砰一下，砰就發動了。但是我裝回來1.8考爾以後，我再開，光發動那個砰，那個排氣管那個渾厚的聲音真的差別就很大。然後在起步，你光順順的加速，那個踩油門那個深度真的就有感覺。但是我先说明，并不是每个人改完1.8考尔就一定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这个牵扯到你的周边、你的引擎本体的状况，跟你点火系统的运用，这个都很大的关联。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还记得这一颗吗？还记得这颗水箱盖吗？我上面贴了一层透明胶带。有没有看到这2个破洞还在？而且我不知道这样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它这个膜是鼓起来的，这样看得出来吗？稍等一下，这样子应该看得出来吧？它那个膜是鼓起来的，而且我之前装这一颗，我有讲到，就是我的副水箱水很容易就满起来，就可能会超过上限，会比较高。但是当我贴完膜以后，我现在测试，我才刚停车哦，停车没有5分钟而已，有没有看到？我的副水箱水就是正常的，在上下限之间。那这个就
这个应该就证明我的理论是没有错误的啊。它中间这边会漏气，如果没有漏气，它为什么会鼓起来？而且如果我贴这道没有效的话，因为如果这边一直在漏压的话，变成加压水箱盖就没有效果。加压水箱盖没有效果的话，你的冷却水道里面的水，它的沸点就会恢复到100度。那因为正常来讲，我们的车说实在话，水箱基本上都在90几、100多那边上下循环。那如果这边在漏压，然后冷却水恢复到100度沸腾的话，它势必压力增大，它会把水一直往这边冲，所以这边的水会增高。但是当我把这个膜、这个透明胶带贴上去以后，我阻挡了它的泄压，然后这是不是就表示我的水箱盖它的加压功能是恢复正常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我的水道里面的冷却水，它的沸点就可能会上到110，甚至可能100多都有可能。因为这个我没有数据，我没办法跟你们讲一个明确的数字。然后在它的沸点提高的情况下，它都没有沸腾，所以水挤不出来。这样讲懂我意思吗？它的水挤不出来，所以我的副水箱水就是正常的。然后再来就是，大致上今天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啦。就测试烤耳、加油，然后水箱盖。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看我的影片是看个几秒、几分钟就跳掉，还是都跳着看，还是说有从头看到尾？因为其实说实在话，我的影片我知道我的影片都一直在讲话，但是我只能说，我看过的很多像我们这种拍影片的，他们都会跟你他们可能就是展现拆装的技术、拆装的过程，他不太会跟你讲原理跟找原因、找故障点。像我，其实说实在话，我这台车光整个点火系统，从抖动我查了节气门，然后空气流量计、含氧感知器，然后到最后确定是凸轮轴感知器跟曲轴感知器，然后这边都好了以后，我是不是有讲说还是稍微会抖动？最后的原因，我指向于烤耳，然后我换上烤耳以后好很多，但还是会有。最后，又恶化以后就变成说我点火会抖动，加速很不顺。然后我查了，最后是烤耳没坏，是第3缸的系导线里面断掉了。其实讲到系导线，它里面为什么我会在那一片里面会说你没办法去量它有没有导通，用欧姆档就是风鸣档里面去量它导通，因为系导线里面它不是金属，它是一种我现在在外面我没有办法剪一条给你们看，它里面是有点像玻璃纤维或像线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它里面应该是有碳的成分了，因为碳也能导电，所以它可能是有过度凹折，或者说产品瑕疵，导致那条线它断了。但是如果跳火够强的话，它还跳得过去。问题是，你每一次，如果你从点火头出来，在中间这过程中一直在跳火，会有火花跳跃的现象。那你到最后传到火星塞上面的电流，就会变得很小。所以我在想，我为什么还是很好发，我一发就动。但是就是我当转速拉高以后，
发电量增加，但是就是因为跳火的问题，导致第三缸几乎等于是不点火，就有点类似沙卡沙卡。像我之前我在抓这个毛病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的车是呈现沙卡沙卡，然后最后找到是吸导线的问题。如果各位不赶时间的话，或者说对车比较有兴趣，想要比如说找个范例啊，换装东西，我可能会建议你们可能参考别的影片的拍法，因为可能他们比较着重于跟你讲怎么拆怎么装，但是他不会跟你讲说你拆什么东西需要注意什么东西，你装什么东西需要注意哪里。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在看别人的影片的时候，我有发觉到这个毛病。可能我目前不是相关的从业人员，可能他们是，可能这会影响到商业上的利益，所以他们可能会跟你讲哪里坏了就换哪里，但是他不会跟你讲什么状况该怎么去慢慢的去推敲是什么问题。这样讲懂我意思？我没有贬义任何人的观念，我只是类似实话实说。所以，而且我的影片我标题可能是打说我要讲，譬如说讲点火系统好了，但是以车辆不管摩托车、汽车，你只要是有引擎的东西，甚至很多电器也是一样，你一个东西坏，并不代表就是它本身坏，可能是别的东西引起它，造成说故障。你光像那个我的水箱水会无故升高，光这个现象，我一度怀疑是我的气缸床垫裂了，会吃水。但是我后来就是一直反复的测试，我发现我会些微的少水，是因为我的压力过大，水一直在沸腾，然后压力大的时候，水箱盖打开了，打开以后，水蒸气伴随着水往外冲，然后水蒸气又从它这个泄水管漏掉，所以你无形中它会一直在水量会减少，但是速度非常慢，只是我观察得出来啦。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担心会不会是气缸床垫冲掉的问题，因为也有网友提醒我说，你会无故少水，很可能是气缸床垫冲掉，因为我之前就有讲，我这台车只要一发动，或多或少，就算天气热也是会，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水汽，冬天更严重，那个水汽跟冒烟一样。其实我是蛮以这点为自豪，因为表示我的引擎状况很好。然后，但是就是因为出现我的水箱水会减少，少得很慢，但是感觉得出来。我那时候就有在怀疑那个网友提醒的是不是对的，但是我后来一直反复的检查，从周边一直检查到水箱盖，这时候我才发现是水箱盖的问题。你看，光我现在这样看。有没有？它还是凸的。我在那一片讲这个水箱盖的时候，我有给各位看，我还没贴之前，没有在水箱上的时候，没有压力的时候，它是几乎是平的，甚至有点下凹。但是当我贴完我上来测试以后，它都是鼓的。懂我讲的意思吗？在我找到故障点可能是它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发现。本来只有一个破洞，为什么会变成2个破洞？这个有没有？反光，有2条横的裂痕、破痕，2条。然后像我贴上胶带以后，这样子反光应该有没有看得比较清楚？真的这边都是鼓的。就表示有气体往外冲，这样讲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们的车出现了什么问题，出现了什么状况，不管你是不是要自己 DIY 去做维修，你最起码你可以知道大概是什么状况，什么东西引起的。
然后你要去给车厂修也可以，然后自己买零件回来换也可以，至少你不会弯了很多路，你不会绕了很多，买了很多多余的零件，再回来找到是这个问题。这样讲懂我意思吗？我并不是说我的频道，我的影片介绍的多好多好，我没有。我说实在话，有在看我影片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影片拍得很随性，东西都没有再装新的。第一，我个人因素我花不起那个钱，然后第二就是我自己喜欢动手，然后刚好偶尔会有这个资源，我可以拿到一些还不错的零件，像火星塞我也介绍过，我从来没有买过新的。那这个我也是车友割爱啊。那基本上就是，如果各位有缘的话，看到我有影片，或者说想要知道比较详细的维修上的一些小技巧或者一些小诀窍的话，可能就是你们要尽量的从头看到尾，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可能一部影片里面我的标题讲的是考尔，但是我会讲到其他地方去，因为很多时候是其他的东西去影响到考尔的表现，譬如说这个接头松脱，或者是线有问题，或者说它接头那边的氧化物过多、电阻过高都会。然后像气导线火星塞，它本身的电阻过高，也会造成引擎的燃烧状况、点火效率降低。好啦，那今天这个关于我车子最新的近况报告，考尔是好的，元凶就是它，水箱盖，然后跟一些简单的报告就到这边了，谢谢各位，拜拜。